前往鹿港可以喺台中高鐵站5號出口轉乘彰化客運或者台灣好行6936、6936A、6933或者6933A 到鹿港站，再步行大約5至7分鐘咧就可以到達今日介紹嘅民宿二鹿行館，或者咧提早預約民宿喺鹿港接送。彰化鹿港係台灣最早開埠嘅幾個港口之一，全鹿港第一間民宿二鹿行館開張嗰陣呢，就係以二鹿為名啦，十分之貼題。今日我哋一齊嚟開箱睇下有咩特別啦。二鹿行館建於1975年，係當年鹿港最高嘅建築，更係第一棟有電梯嘅豪宅啊！整棟建築嘅外觀同埋內部裝潢呢，用料都十分之講究嘅。當時可以話係鹿港嘅地標嚟㗎。仲有一樣值得介紹嘅呢座5層樓嘅豪宅，當年係父親送俾個仔做結婚禮物，充滿濃濃嘅祝福、期望同埋愛啊！所以民宿亦都希望嚟入住嘅人都能夠感受到佢帶嚟嘅滿滿嘅幸福同埋溫暖啊！踏入民宿，空間相當之大啊，令人可以放慢腳步、放鬆心情。仲有佈滿好多童玩，好傳統有趣嘅兒童玩具啊，好似有搖搖馬、單車等等。從呢啲木質大窗放眼過去一大片嘅草地啊，盡收眼底。仲有百年樟樹、龍眼樹等等，令人心曠神怡啊！二鹿行館每間房都有唔同嘅風格嘅。今日入住懷舊回憶2人房，相當之特別啊！裡面有張古董級嘅紅棉床，誕生於民國20年左右，至今已經有100年歷史㗎啦，仍然可以瞓嘅，都幾舒服㗎。紅棉床係古代人家不可或缺嘅家具啊！有啲比較有錢嘅人喺娶新抱嗰陣添置新床，會討個吉利嘅。紅棉床嘅周圍有各種象徵吉祥嘅雕刻，更係隱含住家中長者對新婚夫婦嘅期待同埋祝福㗎。今日入住嘅懷舊回憶2人房，房間面積大約就係290幾平方尺，房價係3000蚊新台幣，大概等於港幣710蚊。呢個價錢係包括咗自助早餐、烏龍茶同埋手工冬瓜茶，仲可以免費使用單車、私人停車場、麻雀、啤牌同埋各式嘅益智遊戲啊！最特別嘅地方民宿可以代為安排觀光3輪車、中英台語嘅鹿港深度解說導覽，同埋玩面、捏面人、香包、彩繪等民族活動嘅體驗啊！其實間房仲有個小露台可以行出去嘅，一早起身可以聽到好舒服嘅大自然聲響啊！衛浴設施方面佈局都非常之精緻美麗，譬如用咗竹梯作為毛巾架，而花灑淋浴間嘅水力十分之充足嘅。使用嘅沐浴品牌係法國密碼。2025年開始台灣嘅住宿係唔會提供一次性嘅備用品㗎，大家記住自備啦。而推開浴室嘅窗可以見到一大片嘅草地啊！我哋入住嗰陣客人唔多啊，民宿改為1人1份嘅個人早餐，睇上去十分之豐富，而且份量都唔少㗎，包括有煎蛋、沙律、油飯、麵同埋水果啊。另外仲有咖啡同埋豆漿嘅。喝的水先外围，再到裡面。
民宿啊，仲請我飲山豬2號嘅咖啡啊，飲完啊，心情真係會更加好啊！慢慢的下水。好，才第2次，特別為你調的哦。謝謝。鹿港咧話大唔大，但係要行遍古蹟景點都需要啲時間嘅。如果你想慳返時間，可以坐電動嘅3輪或者4輪車，就可以行遍鹿港嘅古鎮景點同埋品嚐美食啦。呢類3輪或者4輪車咧，非常之方便嘅。佢分為2人1車或者4人1車，時間咧就係50分鐘至到180分鐘，價格咧就係250蚊新台幣開始計嘅。詳情咧可以參考下影片下方嘅資訊欄。如果你想認識鹿港深厚嘅歷史文化，就必須嚟到呢個民族文物館啦。呢度咧係台灣第一座私人嘅博物館，前身咧係近代顯赫一時嘅台灣5大家族之一嘅鹿港辜家辜顯榮嘅宅邸，始建於日本大正3年1913年，歷時咧6年先建成嘅。辜氏家族為咗保存鹿港嘅傳統文化，喺民國62年，即係1973年咧，捐出咗呢個祖居嘅土地、建築物、家居、器皿同埋收藏品，同時咧成立咗一個機構咧，長期經營同埋管理，成為咗一個好有特色嘅文物陳列館啊！呢座文物館咧分為有2棟建築嘅。一棟咧就有200幾年歷史嘅傳統閩南式建築古風樓，另外一棟咧就有100年歷史嘅文藝復興時代後期巴洛克建築嘅洋樓。館內嘅收藏品啊有6000幾件咁多㗎，由清中葉至到民國初年嘅民族器皿為主，包括衣食住行、玉樂、宗教、節日慶典等等都有展示㗎，展品啊相當之豐富啊！由於室內咧係唔准拍攝嘅，所以大家咧一定要親身嚟參觀一下，一定會俾裡面嘅展品所驚歎㗎。庭園咧係可以拍攝嘅，除咗佈局美麗，亦都保留咗兒童玩具，相當之有特色㗎。大家有興趣啊，一定要親身過嚟玩返轉啊！呢間位於古厝裏面嘅日系咖啡廳係由一對台日夫妻經營嘅，老闆娘呢係日本嘅九州人，自己好中意鹿港步調慢、老屋建築同埋在地文化，於是就喺度開咗間咖啡廳啦。呢間咖啡廳呢係推廣九州知名嘅白女茶同埋家鄉甜點，睇住老闆娘優雅喺度泡茶，食上自家經典嘅小判餅、櫻花羊羹、鹹食餅乾等等，輕輕鬆鬆啊就可以度過一個下午啦。日式嘅木質建築裝潢同埋鹿港嘅古厝咧十分之 match 啊！而旁邊咧仲有售賣咖啡器具同埋日式茶碗嘅周邊商品。1樓有吧台，2樓咧亦都有座位嘅。午後陽光灑進咖啡廳啊，景色相當之美麗啊！如果你要揾銅板美食，又平又好味呢，一定要去鹿港嘅第一公有零售市場啦。喺呢度呢，可以揾到好多好正嘅美食㗎，仲有好多呢賣到中午就賣晒㗎啦，所以記得要早啲嚟揾食㗎。
喺台灣你會發現呢好多美食呢都叫阿婆啊，好似呢間呢就叫做阿婆麻薯鋪啦。佢用嘅花生相當之唔錯㗎，聞到濃郁嘅花生香，而且個麻薯煙韌 Q 彈，一口咬落去有彈性㗎。而芝麻餡同埋麻薯嘅比例啱啱好，唔會死甜嘅，唔怪之得長期都有人喺度排隊啊！麻薯鋪旁邊呢，仲有一檔麵線呢，唔可以錯過嘅。一大煲嘅豬血麵線大腸呢，湯上面呢睇上係啡啡地色嘅，食落去呢唔似一般食嗰啲麵線咁好軟爛嘅。據講因為佢哋冇勾芡啊，所以麵線同埋湯呢非常之分明㗎。加上大腸嘅口感十分之好食啊，簡單美味，亦都會令人回味啊！呢間餅鋪已經傳到第3代啦。佢嘅老師傅遵從古法，每天新鮮製作嘅糕點亦都隨住時代變化結合咗現代飲食嘅養生文化。而家製造嘅糕點都係低糖、低熱量同埋冇色素嘅。呢款蓮花酥係2002年總統國宴嘅茶點，外層一層一層咁落去油炸嘅，好似綻放嘅蓮花咁啊。內餡就係包住嚟自大甲嘅檳榔心芋頭同埋蛋黃，酥脆又唔會過甜啊。大家印象中嘅紅龜果都係紅色嘅，但係三和真嘅果非常之特別，冇添加任何嘅色素，係白色㗎，使用咗濁水溪流域嘅米，而手工攪拌製作而成嘅，食起嚟非常之煙韌。內餡就有3種口味嘅，就係花生、紅豆同埋黑芝麻。這個是花生口味，你嘗嘗看。另外仲有鹹鹹甜甜嘅菜頭酥，同埋雪藏嘅綠豆糕都係呢度嘅招牌糕點嚟㗎。鹿港真係一個懷舊嘅地方可以喺度玩彈珠換香腸啊！呢家阿公香腸遠遠就聞到香腸嘅香氣攞出10蚊嚟打一場彈珠，贏咗就可以食到即烤嘅香腸啦。如果帶小朋友嚟行鹿港老街一定要嚟呢度休息一下，玩下彈珠就可以換香腸食啦。如果唔夠分換香腸飲品都可以換糖或者買嚟食㗎，味道都相當之唔錯啊！如果你中意飲咖啡就一定要嚟呢間鐵馬咖啡啦。行入去鋪頭裏面有一種返屋企嘅溫馨親切感啊！仲擺放咗好多老闆娘親自烘焙嘅咖啡豆啊！每種唔同嘅咖啡豆都有唔同嘅果香、酒香或者花香。如果你對咖啡有興趣嘅話，真係要同老闆多啲交流啊！的話，60支有吧？60支哦，就世界各地的。對，世界各地的咖啡都有，不同產區的都有。台灣的有嗎？台灣也有。台灣是哪一種台灣是那個這一次的台灣是左武山的。左武山的叫黃金曼特林。沒有。這一次的這次是這是國慶的然後有時候也會有那個阿里山的。老闆 Alan 當初係踩住架單車改裝嘅工作台賣咖啡，曾經去過苗栗、台中嘅後豐等地擺攤嘅，後嚟先嚟到鹿港落地生根。呢度嘅店面雖然唔大，但係可以睇到老闆親自沖咖啡同鹿港嘅慢活步調十分之匹配啊！
嚟到桂花巷藝術村呢度有間讓你回到古代嘅鋪頭啊，就係咧可以換上日式嘅浴衣、漢服等等，再去到藝術村或者老街拍照留念，配合鹿港古色故鄉嘅面貌啊，有種回到過去嘅感覺啊！鹽太郎嘅街咧有好多漢服同埋浴衣可以選擇嘅。如果你唔知道點揀呢，就可以求助店長啦，佢會根據你嘅身形、膚色嘅特質等等，俾出精準嘅建議。呢度嘅衫呢，如果有人着過呢，會去消毒同埋清洗嘅，所以你唔使擔心清潔嘅問題啊。另外呢度嘅配件道具都十分之齊全，從頭到腳呢都有嘅，穿喺身上嘅有關嘅髮飾、首飾、腰帶、繡花鞋或者木屐襪都有好多唔同嘅色彩同埋款式可以選擇嘅。對，我們等下帶個傘好了，因為現在頂陽光比較強。換好妝就可以出發去桂花巷藝術村裏面打卡啦。好似呢一面書法牆嘅涼亭啊，好有詩情畫意啊！又或者到彩繪童趣藝術場啊，色彩繽紛，加埋呢個古裝啊，真係好靚啊！我哋咧仲到訪咗一間獅頭彩繪嘅鋪頭啊，喺裏面咧可以參與彩繪獅頭，着上古裝參加彩繪，霎那間啊就有回到過去嘅感覺，好有趣啊！左右，對。現在為你展示的是漢朝時代人們舞獅舞龍的畫面。最後呢，我哋介紹兩間茶飲店。若果你中意飲珍珠奶茶，真係值得一試㗎，喺當地相當之知名啊。第一間飲品店呢，就係以烏龍茶為主題嘅，可以按照個人嘅口味選擇春烏龍、輕烏龍、焙烏龍。我哋呢，就點咗一杯檸檬春烏龍啊，微糖嘅，飲得到茶味同埋檸檬嘅清香啊，完全冇澀味，幾唔錯㗎。另一間呢，就嗌咗珍珠奶茶，店家嘅目標呢，就係做到俾小朋友都可以安心飲嘅，所以全部呢，都係使用鮮奶而冇奶精㗎，確保啊純正自然啊。當然啦，你睇住店長上上下下咁手搖，感覺又真係同機器搖出嚟嘅唔同啊，多咗份人嘅溫暖啊！今次到訪鹿港呢，因為去咗好多鋪頭啊，所以為咗影片唔會過長呢，會分為2集嘅。下一集呢，我哋就會去到華服店、古早嘅銅換店、捏麵人等好傳統嘅鋪頭啊，以及呢介紹蚵仔煎、肉包、魷魚王、素食、茶麵等等美食啊。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啦！今集呢就介紹到呢度啦，大家記得訂閱、分享同埋按讚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